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。今天的话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个建站运维相关的一个面板，它是集合我这几年玩 VPS、玩服务器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一个缝合状态，它是完全兼容科技烂脚本的，就是你在脚本里头建站了，你在脚本里头安装了很多应用。那在这个面板都能看见，都能继续和管理。它是一个科技烂生态的一个新的入口，就是 Web 入口。目前做的功能还是比较少的，但是我认为它已经够可以跟大家见面了，所以有了今天这一期。当然，我现在还在让它继续迭代。继续测试，继续调整，它完全走对应的一个流程。我们是拿这个 GPT Codex 来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包括整个项目的规范，我只要给它约定好，以后它都会按照这个规范进行出用力测试，并且完整的去上线。大概这个面板的功能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的一个监控，包括你是什么系统的也都会在这边，以及你的网络相关的一些参数，它是在哪里的，它是甲骨文云，它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，它的 IP， 它的 DNS 等等，这些会很详细，要比很多市面上的面板要更加全面详细，因为更贴合科技烂生态的产物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切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，我目前的网站是反向代理，反带我当前的面板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我们的容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情况，你可以去管理容器，去查看容器当前的运行状态，以及可以看到它的日志，还有你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终端进行一个命令获取，比方说我们可以 ls 这样的，然后它就可以把容器里面的目录给你罗列出来，这个就是在容器里的进行一些操作，都是可以在这边去设置的，日常的一个设置。容器是最重要的，然后镜像、存储卷这些，然后包括我们这个 Docker 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配置、IPv6 的一个开启等等，就是把科技烂脚本里的那些功能呢全部都整合进来了。是回到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安装的一个应用，你也可以点右下角这边可以展开，这有大概150多个应用都是科技烂脚本里的。比方说我们要安装一个这个，你可以点击，然后设定一个端口号，然后点击，直接它就开始进行一个自动安装。你们会发现它其实还是在调用脚本的一个能力，它会给你一个 IP 地址，你直接可以去点击，你就可以创建这个搜索引擎的这个，关闭以后呢，这边就已经安装好了。下次你比方说我们想监测一下版本，它有没有新的版本，如果你发现有新版本了，可以直接在这边点击更新，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入口直接就进来了。像我们这个 Harness 它其实是一个纯脚本功能，那没办法很好的集成在我们的这个 kPanel 里头，那我们就可以依然是用命令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操作。我们选择5，在这个终端里头启动，你其实也是一种SSH 连接方式，它其实下面还具备了一些服务器管理的一些能力，包括我们对整个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系统更新。当然它目前是只支持单任务，不支持并行任务，所以你这边点完要等它结束你才能去走清理。你可以对主机名、SSH 端口、防御、DNS 地址、时区、虚拟内存系统源、IPv6 的内核优化、BBR 加速，这边你未来会支持更全，包含我们科技烂里面大家常用的一些系统设置。你的机器如果是 X86， 它这边是支持的。再回到上面，我们这边的监控不光是可以看实时的，它这边还能看到历史，最高保留7天，以及它还包含了容器。按照它的内存排行 kPanel 的占用了50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轻量的面板，而且轻量，效率又高，速度又快，相对来讲更加安全。
这是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卖点。当然，其他方面也同样会跟上大部队，还有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交互体验，这些点其实都是可以跟大家来说的。那你在一个面板里头又那么轻量，又能看到这么多功能，那绝对是物超所值的，而且是开源的、免费的，大家可以去使用的。一般来讲，就是我那个普罗米修斯用多了，包括我市场上很多的那种监控软件我用多了，那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更加易于大家去使用的一个历史监控，好吧？这时候这边有高流量，你可以看到这块。我们这边已经可以看到，这边是网络连接就已经上来。刚才我们可能做了一些高强度的更新之类的，它这边的走势图就会有变化。下面的网站你可以在这边快速的，网站依然是科技蓝的一绝。你只要输入域名，然后选择 WordPress 就能去搭建 WordPress。你只要输入域名，输入后端的这个 IP 加端口，那你就能反向代理。我们这个站就是反向代理的，目前是用域名来访问。有很多小伙伴喜欢的这种文件管理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个查看、编辑等等这些。这个是我们的 Nginx 的一个配置，都是带格式着色的。当然，这个面板还需要优化，以及搜索和替换都是会有的。这个是我们这个类似于 VS Code 的那种体验，我更想打造的是，而且相对来讲会比较轻量。图片呀，然后视频、音频这些常用的格式，目前也都是支持的，大家就是可以在服务器上直接去看，以及右键菜单这边也都有。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，内嵌了大家比较常用的这个测试的结果，以及我们之前测过的。就你不用再每次都在测了，它会帮你保存。这个就是你之前体检过的路由情况，着色效果还是稍微有点差的，回头我还会去优化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监控，这个监控呢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探针，你目前来讲必须要装 kPanel， 你必须是用域名或者 IP， 我们可以直接对接的。我这边呢应该是有一台新加坡的机器，我给大家找出来，好吧？这一台机器的 panel 我们先上一下，我告诉大家怎么对接。这一台机器是乌班图的机器，是在新加坡的机器。点开这个权限，它默认是能看到你自己的，这边呢也可以调成这种卡片式的。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动态的我们的授权先生成一个，复制我们的授权啊，到我们这个总控，到我们总控这边添加，把这个授权加上。我给它起个名字，你也可以不起，它是用主机名直接去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复制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连上了。我们看我们的乌班图，这台机器目前是 IP 直连的，给它改个名字，这是点击保存，关掉啊，它这边名字就会发生变化。然后我们可以快速跳转，我还是建议大家用域名，不建议大家用 IP 啊。当然在这边它不会共享你的机群里的所有小机的，它就不是那种概念，它是一个主从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中心服务器和被控服务器的一个概念。那这下我们这里头就有这么多小机了，我们小机可以一台一台这样加设置，包括修改密码以及安全入口，你也可以去设置一下。如果你真正用于比较正式的机器，我建议大家把安全入口也加上，对你的一个保障，以及我们未来会出二步验证。很多的安全项的一些防御都会做到，所以这个 panel 目前来看，就是我也看过其他项目的竞品的项目的源码，综合下来讲还是相对安全的。小伙伴们觉得你这个 AI 味儿太浓了，我感觉不是特别喜欢，未来我会出几版不一样的皮肤之类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个更新提醒的，我们可以点开，它就直接跳到应用市场，为我们的 kPanel 进行一个无缝的一个升级，它已经发现了新版本，可以做的再精细一点，这版本里更新了什么也会告诉用户是非常简单的。你看这样的就更新好了，更新好它还重新刷一遍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压缩功能已经来了，这边有压缩，你可以进行一个设置。我看一下解压到文件夹，解压到这个文件夹，我们试一下，好像就已经解压好了，里头没啥东西。那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有要如何去部署，需要一台云服务器，
那我这边同样推荐跟我合作很长时间的老朋友徕卡云这边的机器，是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这些地方都有，然后每个月呢都会有对应的套餐，你们可以持续关注，它有一些福利这边在里面的，可以用这个 Telemuse， 也可以用你们熟悉的 Finder Shell、Charshell 这样的连接工具来连接，点击 New，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IP， 你把这个 IP 复制一下，对 IP 复制到这边，然后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是我的国内的机器啊，也是徕卡云的，然后22端口，然后端口密码，然后徕卡云这边呢会提供身份的一个凭据。登上徕卡云的机器以后，你就用这一行命令来直接去使用。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，我更倾向于大家先用测试环境使用，等你稳步了、熟悉了，你可能再慢慢的过渡到你的正式环境。当然，我还是强烈不建议大家去使用正式环境来体验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可以安装 kPanel， 然后设置一个端口号。我们看这个端口号有没有被占，8866这样的。在这个端口上去安装，你在任何端口上其实都是可以的，只要没被占用。如果你机器上有 Docker 或者没有 Docker 的都是可以的。看样子我们这个 Docker 的镜像源在国内的机器上好像不太可用。我们这边选择6，我们看一下镜像源，选择8。我们换国内的华为云的镜像源，我们选择推荐。我们切换一下镜像源，点击回车。好，一键命令进来以后，选择再进行安装8866，这下就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它已经开始正常的拉取镜像了。你们的机器有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它这样的就算装完了啊。装完了以后，这个 IP 地址，你的访问地址，它一开始是会让你初始化的，把这个 token 输入进去，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，这个也是为了安全，不要用admin，想长一点你就用直接把上头这个 token 用上也行。然后这台机器就连上了。宁波的机器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的那个集群，刚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去加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先获取一个码，我们这边点击添加，把这个复制进来，宁波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就是慢一点。好了，这个宁波的机器就已经加好了。然后它支持这个拖拽啊，你可以把它拖到最顶上去。当然这个拖拽效果还是有点简陋。然后我们可以跳转回去，这台机器上好像也有软件。如果你之前是科技蓝的那个脚本装过的东西，那它都在这边。你看，像这个大乱斗，它也在这个地方，都在这边，也都是可以直接玩的。在这台机器上，我们那个霓虹竞技场就是在这台机器上的。游戏机，这个是游戏机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科技蓝新发布的 kPanel， 然后是跟科技蓝点 sh 这样的一个脚本联动的。你在脚本里做的事情，在外部页面同样也可以接着继续做，全面的一个管理，更可视化的一个管理。那希望大家能够用起来，然后有任何问题积极反馈意见。那欢迎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